少爷，咱们走吧。就快成了。迫在眉睫了，大少爷。对，让寨子里所有的下人都离开这儿，省得受牵连。快去。好。哎，你家少爷在哪儿呢？少爷书房呢？骆文松，我是为华儿来的。既然你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你，何不放他一马？你就把退婚书写了吧。骆文松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骆文松。 丫头，看看是不是成了？看，揉好了。哎，看看，成了。日放心木，终于制成了。我成了，我终于制成了。 别动！莫成之时，莫损之时。大少爷，快走吧！再不走，官兵就来了。官兵？天意。骆文松，你家出什么事儿了？ 丫头，你看看我骆家今日之时，像不像李家当年丢失公墨权的时候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那时候年纪小，不记得了。这方墨足以傲视天下，但是我不想将它拱手于心术不正的小小之辈。我该怎么做？平安啊，烧！大少爷，你干什么呀？大少爷，干什么呀？你骆文松，不能烧！骆文松，不能烧！放开！ 少爷，骆文松，你家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只要人还在，手艺还在，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。可你若全烧了，就什么也来不及了，就都没了。来不及就来不及了。有道是：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骆文松，你今日真是让我看不起你，这可不像你说的话。 我该说什么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不以物喜。 说得好啊！托你个事，这本墨迹待我收好了。 大少爷，官兵已经到门口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跟我来。
进去给我走，不要让人跑了。是。这边，官爷。快点，快点！王文秀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现在是朝廷钦犯，要是发现你跟我在一起会有麻烦。你躲在这儿，官兵走了你才能离开。罗文松，罗文松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那边有没有人？没有，走进去看看。去那边，老师。杨大少爷，有何发现？这边找过了，没人。头，外面我找过了，没有人。宅子里面也没找到人。找不到人，我们对上面的人不好交差啊。官爷，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，陆文松一定会去。官爷跟我来。大家赶紧上山，别让罗文松跑了！官爷，就是这儿。包围进行站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管家，管家。骆文松，骆文松，少爷，聚西寨。少爷，少爷，官兵已从四面围定，走不掉了。逃跑刘文松，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快出来束手就擒！官爷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放火烧，看他们出不出来。后门，刘文松，再不出来，放火烧你进行寨！你回屋等我，我去跟他们谈。文松，天塌地陷，我们一家人一起担待。臭家伙！
你就是骆文松？正是。县令赵申，赵大人下令，骆家的人要全部带回去调查。我能看看您的海捕文书吗？文书在来的路上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少爷，我们还是来晚了，怎么这么多衙役啊？罗文松，你还不快束手就擒！田本昌，我爹说的没错，家里真是养了一个好奴才。罗文松，你昌，他不是咱们家的，怎么跟这些衙役在一起？娄大人，我能跟您商量一下。姑姑早年出嫁，早已不是骆家之人，可否放她一条生路？我跟您走。官爷若不放，你待如何？若是不放姑姑，文松恐怕难以束手就擒。罗文松，你真是巨捕！你若今日不束手就擒，官爷今日必踏平金星斋，灭你骆家满门！你敢！本昌，你个狗奴才！平安，把他们给拿下！平安，平安，三官爷！官爷，带人跑！上！官爷，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罗文松，你给我出来！罗文松，罗文松！放我烧啊！给我烧！老爷是白死，你得活着。少爷，快上！少爷，少爷，走吧。是。哎，少爷，伤着没？咱还是在这歇会儿吧。少爷，垫垫肚子。你们要干嘛？哎，把钱财都给我拿出来！起来，起来！大哥，大哥，仔细搜。嘿嘿，这不错，看看。哎哎，给我！这不值钱，就是块墨。给我！这真不值钱，这就是块墨呀！少爷，哎！
菊香，我和你拼了！我掐死你！快！你醒了？多谢夫人救我和我兄弟。此地荒僻凶险，你们休息好了就尽快回家吧。好，知道了，夫人。我不是什么夫人，我只是一个商人。我们家之前也是经商的。是吗？那现在呢？现在受奸人所害，家没了，就剩我们俩兄弟了。那你们现在准备去哪儿？我们准备去东南边，去投靠于大勇将军。于大勇将军？他已从东南转去北地了，在这里相遇，我们也算是有机缘。这样吧，你们跟着我一起赶路，正好我也要去找于将军。走。少爷，咱跟不跟他走啊？反正跟着他走能安全点，但是咱们俩见机行事。雨霞，等等我们！这包袱我拿来，走。老板，哎呀，欢迎！好，来，恭喜！哎，恭喜！哎呀，谢谢！恭喜！请。真娘，你听我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田本成，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，你放了我行不行？真娘，你听我说，如今你我之间已经再没有阻碍了。我知道你怨我、恨我，以前是我懦弱，是我不好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田家、我都不一样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有了。所以呢？我们再也不用为订单发愁了，再也不用过紧巴的日子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弥补，我用我的所有好来对你，我会八抬大轿迎娶你过。那天晚上你明明都看见我了。是看见了。你要是被抓了，就是共犯，我那是在保护你啊，真娘。那骆文松呢？他就一定得死吗？骆文松是朝廷钦犯，这就是他拒捕的下场。再说，真娘，是骆文松拆散了我们，他让我们田家受尽胯下之辱，你为什么要替这种人说话呢？可静心斋里的其他人呢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这合乎法理。再说了，这都是官差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都看到了，那把火是你放的。那日我就在静心斋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你明明可以不放那把火的。以前在我的眼里，我的本长哥虽然有一点懦弱，可是他善良、温和。可是如今的你，却让我望而生畏。你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？还是说，
你本身就是这个样子。无论他们犯了何等大罪，都应当交给官府了，而不是由你来定夺。可你为了一己之私，杀人灭口，这样和吃人饮血的怪物有何区别？田本昌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我没有做错，难不成我要一辈子背着奴籍，被人踩在脚下？放开我！我往上爬又有什么问题？放开我！你我一同长大，应当知我懂我。真娘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到过去，重新开始好吗？真娘，你真是疯了！李洛两家云墨业并肩数10载，我也和洛寒章斗墨数回。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，可叹今日洛家败亡，他客死京城。爷爷，其实洛家出事的那一天，我就在洛寨。可曾被人看见？没有，我去的时候极为隐蔽，没有人发现我。哎呦！我那天是为了去给环儿要退婚书，却没有想到，我竟无意间撞到骆大少爷死在大火之中。我说真娘啊，真娘，万万不可对第二人提起。爷爷，我就是没想到，这罗大少爷就真的这么死了。说到底，他曾经还帮过我，孙女决定治墨，还要谢谢他呢。你这是何意？前段时间我去骆家见送，骆大少爷跟我说了几句话，惊醒了我，这让我心里发现，原来我是真的喜欢做墨，我也是想做墨的。结果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他死在大火之中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，将墨作为一生志业，同如我，共存亡。我心里敬佩的同时，我又很害怕。我突然不明白，我做墨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一时意气？为了钱？喜欢？还是到底因为什么？我突然不明白了。哎呀，难为你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心思。爷爷，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罗大少爷就是个疯子，除了芝墨再无其他。我跟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可是他跟我说的话，我又觉得极有道理。治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。心无旁骛。
智墨这一路艰难险阻，本就是人磨墨，墨磨人。爷爷教你制墨，不是让你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墨工，早早的挣钱养家。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。墨道。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，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，与权贵结交是骆韩章的道。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。我自己的道。爷爷希望你带着这些疑问，继续的走下去，不断的怀疑自己，再把这些怀疑敲碎，重新打磨。如此的周而复始，坚硬不可摧之物，便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来。爷爷，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的道是什么，但日后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，烧好每一碗烟台，做好每一块墨的。爹，怎么样了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爷爷，真娘，爷爷，哎呀，你瞧你这小脸弄得跟个小脏猴似的。爷爷，快来，快来看看我烧成了。走。娘，哎，你快来看。颗粒不匀，火候稍欠。爹，怎么样嘛？这娘，你说说看，这有何玄机？烟台以色杂、粗糙、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，可若是颜色纯黑、细腻、光泽透出者，则为上品。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，烧制方法得当，火候恰到好处，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，细腻轻薄，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烟台。好，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，这才做得合格的制墨人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，真娘烧出了超品烟台？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真娘！爷爷，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？
时辰不早了，吃裸荤，加个肉菜。好嘞，爹，我回去就做。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，真娘。列祖列宗，真娘学墨3载，为教他戒骄戒躁，每每学墨有成之时，我便训斥于他，让他受了不少委屈。可这孩子性子坚韧，不畏险阻，进步神速，常令我汗颜。经水此生，视墨如命。奈何半途而废，本已是心如枯槁，成天不弃。真娘学墨有成，不过3年，便已烧出超品烟台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李默后继有人。后继有人，后继有人呐！听说磨坊又有人闹了一回，都是磨坊掌事师傅眼高手低，做不出好墨，还整日嚷嚷要涨工钱。七婶，账册您也看了，虽然李家10年重税已经结束，但如今磨坊生意惨淡，哪有闲钱给他们？我们呢，何尝不想给他们多发些工钱？只是今非昔比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呀。别说伙计工钱了，咱们自家人的月例还拖欠着呢。媳妇如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。江月，磨坊有磨坊的难处。我明白，我前些日子恍惚听人说了一嘴，说是照拂咱们李默多年生意的那几家大户，如今都转去了田家。田家不过是仗着谈了骆家的家业和磨坊，不然，就凭他们也配。景东，慎言。七婶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？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，赚的都是不义之财，如今又和县令、权贵勾搭在一起，连文惠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如今的徽州，怕是无人敢与田墨抗衡了。京东确实恨铁不成钢，可我更恨我自己。自咱家出事以来，重担压在了我们6房肩上，我日日殚精竭虑，不敢有一丝懈怠，恨不得把卧房搬进磨坊，唯恐自身能力不足，撑不起李家。我知道我没什么天赋，可我就不努力吗？你为李默付出的心血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了，难为你了。先休息一会儿吧，好，喝口水。嫂嫂，哥，真娘，真娘，嫂嫂，你累吗？嫂子看见你就不累了。真娘，你来四宝街是要买什么呀？可带足了银钱。哎，来，嫂子，我不要，不让你跟我哥破费。正相反，今日我是来挣钱的。挣钱？你要如何挣？我要领灯烧烟。领灯烧烟，那是这烧去烟台费时费工的，各大磨坊一般都找人代烧，只要缴了押柜或者有人担保，人人可以领生料，领灯回去烧，
而各大磨坊按质论价，付给报酬。可如果烧得不好，声誉受损，双倍赔付不说，更有甚者，可能从此不得再入磨行。这不行啊！真娘，家中的一切开支有大哥在，你无需冒这个风险。哥，这些时日，我学墨家中为我费了不少银子，只出不进。如今我学墨有成，自然要替家中分担一些开销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在说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全天下最好的嫂嫂刚过门，怎么可以亏待她呢？你就跟你哥一样，没正形。行吧，你打算去哪家磨坊？哥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去李家磨坊。为何要去楚家？这李家磨坊前些日子走了一个烧烟大师傅，所以烟台质量有所下降，他们收烟出价都会高一些。在商言商嘛。郑良，就依真娘吧，想必啊，她也思考周全。唉，磨坊领灯，本家子弟不需要压柜，如此也好。虽是这样说，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要交压柜，不然反而让他们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。说得对，在商言商，做活拿钱，该交就交。来，拿着。我不要，嫂嫂，你拿着。不要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们兄妹俩这倔起来，便是一个样子。听嫂子话，拿着。不要。哎，拿着。真娘莫要推辞。先收着。收着。哥，小子，你们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能挣到钱。好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嫂嫂，你们什么时候下工啊？还有一会儿吧。不过这楼宇好生气派啊！易后生。您再看一下，这可是中品品质啊！别废话，1斤6两。哎，下一个。我领器用，还有生料。你家都被除族了，你爷爷也立誓永不治墨，怎么？是他老人家手痒，没脸来，想让你浑水摸鱼啊？你少泼我爷爷脏水！我已经学墨3年了。烧个烟台有什么难的？你学墨？他说他学墨。哎呀，自古以来啊，我就没听说过这墨工有女的。赶走，耽误事。哎，姑娘，回家吧，走吧。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？哪条规约上写了？你若是拿得出来，我立刻走；若是拿不出来，我便直接去问问戚老夫人了。好。等等。废品不收，下品200文，之后往上各加200文。我领20盏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李墨的规矩，不管什么品质，且是1斤起收。1斤？领不领啊？领就画押，不领呢就赶紧走人。20盏灯油烧1斤烟台，姑娘夸海口了吧？你个大男人话怎么这么多呀？不就1斤烟台，20盏灯我烧6天，总能烧完。6天？哎，就不要废话了，赶紧画押，大家都排着队呢。知道。
4日内交货，莫要耽误了工期啊。4日内啊？你这上面也没写啊？领灯烧烟，向来4日为一个工期，学墨3年，一无所知啊。孙百一，等等，我给你算算啊，一天能烧20盏灯，这4日呢，除去这个损耗，也就烧8两烟台，是不是？这怎么算，也交不了差呀。对呀，你能治出来吗？你们能吗？但你画了押，这押柜定是退不了了。横竖烧不出啊，不如回家找你爷爷诉苦去吧。谁说我烧不出来了？大不了我再加10盏灯。再领10盏。当年八爷在磨坊至多也点了35盏灯，还再领10盏。是啊，就是磨坊的大师傅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能同时顾着30盏灯啊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到时候交不出1斤有用的烟台，30盏灯的押柜是退不了。就算老夫人来，你也不占理。不用你说，赶紧的。请吧，领器用和生料，晚了怕是更来不及喽。今日真是开了眼了，一群无耻败类欺负人，着实好笑。花儿，你要这么多的器用和生料干嘛？别提了，都怪刚刚那个孙白衣给我下套啊！我也是一时心急。没事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那个姑娘们，这太多了，你们拿不了，我给你们送一趟吧。那多谢了。好了，我来。哎，那咱走。哎，好。你小心啊。好，多谢你啊。那个孙百一仗着是大嫂的族弟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国舅老爷了，欺负到真娘头上来了。诓他领了30盏灯不说，还要求他4日之内烧出1斤烟台。爹，您要不指点一下真娘，她都枯坐1下午了，也不点灯，怕是担不起这压力呀。除了制墨，爷爷还教了你什么？您说，人需在世上磨，方能立得住，方能静一定，动一定。此乃辛建伯所言，我已颇以为然。你如今虽小有成就，但终究未经磨砺，还不能精准控制烟台品质，当戒骄戒躁，潜心精进才是。你为何却骄傲自满，冒这样的风险？爷爷，真娘知错了。爹，真娘她知道错了，况且这也不全都是她的责任呐，您就教导教导她吧。他已出师，既有这样的自信，闯了祸就自个儿收拾，也好长个记性。爹，娘，真娘自己能做得来，不劳烦爷爷。真娘真的来烟棚领灯？七祖母，那孙百一真的是好生欺负人，您可得帮真娘好好出口恶气，教训教训她。我倒是想看看真娘是如何解决此事的。七祖母，您以前最疼爱真娘了，可现如今为何袖手旁观啊？花儿啊，七祖母终有一日要老去，你们年轻一辈儿也终有一天要独当一面的。我如今的袖手旁观，就是促你们成长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之前明明可以烧出超品烟台的。
可怎么如今连上品都烧不出来了？你的心不静，自然烧不出。师娘，过来，娘给你做了几个菜果。你怎么上午的都没吃啊？吃不下。来，趁热吃啊！哥，心静就真的能同时点30盏灯吗？不止，心静就是大道至简，心无旁骛。除了灯与我，再无他物。如此专注之态，点35盏都不在话下。这肯定不是你说的，你去问爷爷了吧？我瞧你实在苦恼。不过呀，爷爷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看我记不住，故意说了好几遍，就等着我来告诉你呢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我太纠结于实现，满腹担忧，畏首畏尾，这样如何能安心烧得了好烟台？不如将这些禁术摒弃，从头再来。快吃。等一下，打开我看看。哼，你这烟台有问题啊，竟敢作假！你少恶语伤人了，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用手捻一捻便明白了。撵就撵。别人的烟台都是黝黑的，你这烟台你看看，怎么带点灰啊？年纪不大，倒是老江湖，就是学艺不精，跟我玩心眼，没门儿。称一下。1斤2两，1斤2两。你往里加了多少假料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作假。你俩看看，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孙领班说的是，确实有问题啊。应该是掺了松烟台。听见了吗？我孙百一啊，在这儿干了6、7年了，谁都知道我有双火眼金睛，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糊弄我，太嫩了。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这堂堂的李默，竟然会有你们这些不识货之人。胡说，孙领班是我们这里顶顶懂行的。你要态度好些呢，看你可怜兮兮的，我就按下品烟台收之，留作次等粗食之物。
我是不是还要对你跪拜叩谢呀？我只能公事公办，扣了你的压柜。看你是姑娘家，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诸位，我做的还公道吗？公道。孙领导公不公道啊？绝对公道，他最公道了。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我便不信了，这偌大的徽州，还没有一个识货之人。请。哎，下一个。这。东家，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，现今的徽墨磨坊只顾互相争利，无意革新墨迹，早已不见10数年前名将辈出的繁华。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，我这趟回来，到现在都不去了。进城。各位，这徽州墨业传承100年，享誉整个华夏。那背后是离不开一代代的徽墨匠人殚精竭虑研究墨法，削干涂制，精进墨术，这才成为今日之盛世。不过徽墨能有今日，除了制法精妙以外，更胜在用料考究。为求成墨丽珍姑娘，这墨中有这是在卖艺吧？麝香，谁会报个罐子？用之无一之领心。甚至这墨中基石烟台也讲究万分。恰好今日啊，我便有这么一罐烟台，品质上乘。这烟台呢，虽是自李墨领灯烧烟得制，可这烟棚领班孙百一有眼无珠，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，扣我压柜拒收烟台。既然他们李墨不收，那好，我便当街竞拍，识货价高者得。哇，当街竞拍，咱们徽州好久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吧？哎，要是这罐烟台啊，果真品质上乘，那李默算是惹上事儿了。走，快点吧。花儿，快给诸位看看我们的上好烟台。好，来，大家伙儿都来看看。来，诸位都看一看啊，我们的烟台品质上乘。这货色也不怎么样嘛，灰扑扑的。就是，难怪人家李默不收。二位有所不知，这烟台越细啊，颜色越淡。若是看不出来，二位可以进去伸手捻一捻就知道了。看一看，试试吧，你看一看。对着光您看一看，这色泽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哎，是挺细。如何？色泽是不是不同了？这就对了。来，继续。来，看给你看看。墨彩，这不是顶级成墨才有的东西吗？您有所不知，这并不是墨彩，只是烟台极细，又加上桐油的光泽，这才显现出这样的火光。照你这么说，这是超品烟台啊！对，这就是超品烟台。来，大家都看看，来，都看看。哟，还真是啊！你竟然能制作出超品烟台，该不会是你爷爷出手了吧？马掌柜，这烟台确实出自我手，与我爷爷无关。这李默拒收我的烟台，所以我当街竞拍，堂堂正正。若是诸位有所顾虑，大可以去找我，还有那孙百一一核实。好，一两起价，价高者得。价高者得。拍价1两，就算是超品又如何？只不过是一罐烟台而已。是啊，起拍价太高了。这卖给谁去啊？一两这么贵的东西。啊！我出1两5钱。好，1两5钱了啊！1两5钱。我出1两8钱。好，
6两，6两。这小子谁呀？有点面生啊！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日这块烟台就是我们东家的了。这位公子识货，在场的各位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我出6两1钱。7两。8两。9两。9两。李家10两。李家的10两，这李家怎么也来了？好，李默10两，还有加价的吗？15两。这整个贵州，还从未有过卖到15两的烟台。爹，哎爹，咱们别跟着他们犯糊涂。这烟台啊，它不值15两，让给他们。对不住各位，是犬子不识货，刁难了姑娘，才使得姑娘当街叫卖，烧制这些烟台的生料，都是在李默领的，自要由李默来收。姑娘，方才这位公子叫价15两，李默便以15两回购这罐烟台，可好？爹，是15两，不是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爹，15两你疯了啊？就他啊，就这样，他能做出超品烟台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总之啊，我不信。绝对做不出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！看回磨坊我怎么收拾你！现在，你赶快给姑娘道歉！我不，我凭什么给她道歉？你看看这烟台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不是道歉了吗？诸位，既然这李默已向我道歉，那这烟台……等等，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，没关系，你不相信，我信。还有各位刚刚可能误会了，我说的15两，不是银子。而是15两金。好多钱啊！这到底谁呀？李家再怎么财大气粗，他也干不出花15两金买一罐烟台的事儿啊！啊！这位公子慧眼识珠，不过今日的竞拍就此取消。为什么呀？岂有钱不赚的道理？正如这孙大师傅所说，我烧的烟台所用的生料、器具皆出自李默，那这烟台也应当归李默所有。这之前，孙百一有意折辱我，我是为了讨一个公道，争一口气，才当街竞拍。可如今，既然李默已经当众向我道歉，那我便不再追究了。
况且这位公子，您给我的15两金，实在是超出我的烟台本价太多了，我不能昧着良心跟您做这单生意。这样，日后我不收取任何的银两，免费为您再烧制一罐新的烟台，向您赔罪，您看如何？不必了。看来这位姑娘不是贪图蝇头小利之人，在下佩服，也祝这位姑娘日后生意兴隆。多谢公子。器用生料全在，人赃并获。超品烟台果然是他李金水所烧。八爷，你立誓如儿戏，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？哎，胡会长，八爷，李真当街竞拍本属李家的超品烟台，已犯了行业忌讳啊。如今还有人认定那烟台并非出于李真之手，而是您的手笔。这件事情还需八爷向本会解释清楚啊！胡会长，老八，赶紧的给人说清楚了。六哥，此烟台正是我家真娘连日连夜烧出来的，你们为何要强人所难嘛？啊！干什么？为什么欺负我爷爷？哦，学墨才3年，就能同时点30盏灯，烧出1斤2两的超品烟台。我虽不懂制墨，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，你们学墨3年能做得到吗？我也不敢夸如此海口。李真，你说你能制超品烟台，可有证据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忙忙碌碌几十年烧不出好的烟台，就非说别人也烧不出来，真是可笑。再说了，这别人不知道，尚且情有可原。可是六爷爷、景东叔，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我爷爷出血墨的时候，轻轻松松便可以烧出超品烟台，之后更可以同时点灯35盏。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，更是他老人家亲手教出来的，他的手艺我为何不能继承？您说对吗，六爷爷？你若真能烧，就当场烧给我们看看吧。你是谁呀？啊，田本胜，你会制墨吗？你连商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？胡会长，若是你们不信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只是眼下我烟棚的材料用完了，待我买了新的以后，随便你们验看。哎呦，这又有何难？材料我田家有的是。曾师傅，你这就派人回田家磨坊拿上好的新料过来。好。哎，我可不敢用你们田家的东西。谁知道你们田家是不是要试图图谋些什么？你推三阻四，这分明就是不敢当众烧烟嘛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是不想烧给你看，我凭什么烧给你看？我不看，我给胡会长看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回家去！你们这些大男人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合适吗？七祖母，您怎么来了？真娘，我把生料给你送来了，你可以当场烧给他们看看。我虽然可以验给您看，可是他们……丫头，你学墨3年，你的真本事，七祖母还没有好好看过呢。胡会长，田老爷，若是真娘当场烧出超品烟台，你们能信服吗？我等自然相信，眼见为实嘛。真娘，
我本来不想理会你们的，可既然今日我七祖母亲自来了，那正好，真娘也想让您看看，这些年我学墨到底有没有进步。狗儿，卸货。是。不急。烧烟好坏也有运气成分。若是只烧1、2盏，万一真是让他撞了大运，真就烧出一点好的呢？既是当场见证，便该像李大师所说，30盏一同点起来。若是烧不出足够数量的超品烟台，也做不得数。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呀？能烧就烧，不能烧，我烧得了，不就是30盏灯吗？七祖母，真娘能烧得了。八爷，为了避嫌，你待在里边不合适吧？我爷爷只是来帮我摆东西。爷爷，放心吧，我自己可以。我觉得你坐在这儿也不合适，你还是出去吧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点灯1盏，点灯2盏，3盏，4盏，5盏。手怎么还软了？李大师，风清气正啊！点灯30盏。李家景东爷，他要真当众烧出超品烟台，那你李家就亏大了。有田家亏得多，滚一边去。30盏灯谁点不出来？超品烟台，哼！心静就是大道至简，心无旁骛。除了灯与我，再无他物。有没有透光的布条？透光的布。有。真娘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行。
这是要蒙眼少爷？爹爹，你每天点这么多灯，不无趣吗？一点都不无趣。我觉得挺没意思的。爹爹，你为什么不觉得无趣？你看那火头上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瞪大眼，仔细看。哦，好多烟。仔细看，那像不像爹爹给你捉的蝴蝶呀？好像啊。哎，你看它又变了，这像不像哥哥给你扎的风筝呢？哦，还有那个像蛇，对，这个像苍蝇。啊，还有，这个像万年糕。这孩子是眼都能看出吃的，馋猫。闭上眼睛。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？听见爹爹说话。我让你听烟。是不是远远传来那个爆竹声啊？有哎。你现在啊，也不看，也不听，变成院里那个小狗子，专用鼻子嗅。你能嗅出什么味道？一股油烟味儿。你将观、听、嗅都集于一处，打开心眼。虽然这是小小的一间斗室啊，却引着32峰，烟尘鸟兽，烟霞云海，巍巍错愕，世间人呐。超品，确实是超品呐！不像超品吧？李大爷，您的孙女儿
真是了不得呀！哈哈。